在巴赫穆特大捷之际，乌军在俄罗斯边境发起了小规模渗透作战，而在俄军的反击作战中，乌军部队的美制装备则全部被俄军缴获。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在巴赫穆特大捷之际，为了转移对乌舆论不利的焦点，乌军在俄罗斯边境发起了小规模渗透作战。此次渗透作战堪称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以全军覆没而告终，但也却成功地转移了乌军巴特穆赫战役失败的舆论焦点。而西方媒体现在是反倒夸大乌军侵入俄罗斯本土的战略意义了，宣称反攻俄罗斯大捷。对此，很多网友深信不疑，可见西方舆论战的强大影响力。在巴赫穆特战役胜利的2天后，乌军集结了2个加强排级建制单位，对俄罗斯的别尔哥罗德地区发起突击。此地毗邻乌克兰，是俄乌冲突的最前线之一。有意思的是，乌军不知是否有背后的高人指点，在突击别尔哥罗德的2个反俄突袭小队中，任命了几个俄罗斯的反贼作为其领导人。这些俄罗斯的反贼打着解放俄罗斯的旗号，拍摄宣传视频，大肆造势，并且宣称要在别尔哥罗德地区煽动独立，搞所谓的公投。西方媒体也借此大肆炒作。这2支小队的人数不过100人左右，趁夜对别尔哥罗德格赖沃隆地区的几个村落发动了袭击，打伤打死俄罗斯平民14人，然后缴获了一辆正在维修的故障轮式装甲车，据村建立了所谓的国家。俄罗斯反贼就开始拍摄视频，吹嘘炫耀大捷了。对此，俄军则是迅速集结部队准备反击。而且乌军这些蠢材可能还不知道，根据俄军在战斗结束后的公布视频显示，乌军穿越边境的时候就被俄罗斯无人机使用热成像设备观察得一览无余。俄军先是使用航空兵力量集中火力打击乌军渗透破坏小队的占领地点，然后就是各种大炮、火箭炮在无人机的校准下对其进行猛轰，乌军只能被动挨打，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而俄军的装甲部队和企图各地援军也纷纷前往别尔哥罗德地区参战。俄军宣称进行的是反恐行动。有意思的是，在俄乌冲突中消失已久的俄陆军总参谋长拉平上将身穿作战服，亲自指挥俄军摩步旅前往乌军占据的格赖沃隆地区作战。实际上，这些入侵的乌军先前已经被俄军的航空兵和远程炮火打了个半残。和俄军摩步旅的步战车交火后，乌军很快败下阵来，部队被打得作鸟兽散，残余部分兵力四散而逃，返回了乌克兰。根据俄军战报，在俄军的反击作战中，俄军的伤亡为0，但是乌军的这2个小分队被俄军毙伤70多人，大部被全歼，大量的装甲车和运兵车被直接摧毁和被俄军完整缴获。随后，俄军发布了一系列的乌军尸体和遗弃的重装备照片。拉平上将还与乌军遗弃的装备挨个合影，可谓是对乌军最大的嘲讽。而乌军面对俄军的凌厉的反击，完全就是一群乌合之众，连还手的能力都没有。乌军部队的美制装备则全部被俄军缴获。根据俄军披露的照片和视频显示，可知乌军的10多辆装甲运兵车和防雷车全部被缴获，包括3辆美制全新的 Max X Pro 装甲突击车，3辆美制 M1151A1 装甲突击车和1辆美制 M113 装甲运兵车等。轻武器则缴获了大量的 AT4 反坦克火箭筒、7.62毫米机枪弹和美制的 M240B 通用机枪。可见这次乌军2个小分队潜入俄罗斯，实际上就是为俄军运输装备的。除了舆论上造势，但啥军事目标都没达到，部队就被打废。一个连级建制的装备全部白送俄罗斯，这是什么新战场的行为艺术啊？而且对于此次渗透突袭，俄罗斯国防部也强硬回应，俄罗斯将对任何跨境袭击做出迅速和极其严厉的回应。可见乌军这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俄军势必会以其他方式猛烈报复这次的入侵行动。别尔哥罗德州州长格拉德科夫也表示，目前该州此前训练的3000人规模的7个民兵营已经具备战斗力了，但是没有装备重型武器。等到俄军给这些民兵营配备武器后，就不会再担心乌军动不动就在边境地区搞事情了。一旦发生入侵事件，这些民兵部队将起到迟滞驱逐乌军进攻的作用。俄军的远程炮火和航空兵支援也能够迅速协助俄民兵部队击退乌军的进攻。